贝爷来中国了，但是很快他就后悔了，因为在我们国家遍地都是保护动物，贝爷想要在野外填饱肚子实在是太难了。这次贝爷来的是中国海南，抠门的节目组为了省点马内，直接安排贝爷坐678路公交车来到海南。这时贝爷看到一辆田园式拖拉机突突突的路过，为了不给当地高考生带来堵车的麻烦，二话不说就爬了上去搭个顺风车。同车的二师兄早就听闻贝爷的大名，吓得连忙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很快贝爷就跟随着拖拉机来到深山老林，途中遇到一个不知道多深的水潭，贝爷没有犹豫直接跳了下去。紧接着摄影师一个后空翻跟上脚步，在风暴频发的时期，这里的水位会迅速上涨，贝爷得尽快寻找上岸的地点。此时眼前出现一条瀑布，很显然小溪已经到了尽头，瀑布的岩壁垂直并且长满青苔，直接爬上去根本不现实。好在贝爷发现一根藤条，这根藤条直通顶部，少说也有20几米，如果单靠手部力量攀爬，很快就会使贝爷精疲力尽，他必须利用大腿的力量来支撑身体的重量。就这样一直摩根上去，好不容易贝爷才爬到顶部。刚进入丛林没多久，贝爷突然发出了叽叽叽的叫声，原来是被只叶蚁咬到了脖子，惹谁不好，偏偏惹到吃货贝。出于礼貌，贝爷直接把蚂蚁家族的子孙后代放入了口中，没想到味道还不赖，就是吃多了嘴有点麻麻的。吃完甜点，贝爷得继续前进。这时前方的地形突然变得很陡峭，丛林也布满沟壑挡住了去路。贝爷在附近找到了一棵歪脖子树，为了减少不必要的跋涉，贝爷打算利用此树爬过这条沟壑。爬到中间时，树干突然晃了一下，看了看眼底下的湍急水，吓得贝爷浑身打颤，要是掉了下去，肯定又是10人一桌吃席。好在凭借敏捷的身手，成功的抵达了对岸。偌大的丛林里总是充满着未知，困难也是一个个接踵而至。跋涉没多远，眼前出现了一条宽广的河流，而这种丛林河流表面看起来很平静，其实它的流速非常快。没有其他选择的贝爷只能带着摄影师一起游过去。当贝爷来到河中央的时候，风暴突然降临，这无疑是让贝爷雪上加霜。好在这时上游飘下来一棵浮木，给他提供了浮力，最后凭借这根木头成功靠到对岸。长时间的运动使贝爷卡路里急速燃烧，现在他需要寻找一些食物补充一下。贝爷在小溪中发现了一只肥美的小螃蟹，为了不让螃蟹夹到自己，他把钳子交叉在了一起，接着掰开螃蟹的天灵盖，利用小刀取出里面的肉，鲜美的蛋白质让贝爷赞不绝口。不料死去的螃蟹突然发起了反击，气得贝爷直接把他的钳子敲碎。很显然这点肉根本不够贝爷塞牙缝，他还得去寻找其他食物。没多久，贝爷发现了一个洞穴，里面不时有蝙蝠往外飞。好家伙，忙活了一早上，终于有点像样的硬菜可以吃了。贝爷做了一个木叉，然后把藤条以编织的方式织了一个网球拍。接着贝爷把竹子十字切开，把干燥的树叶塞进去，用一节藤条把它们捆在一起。随着刺啦一声，贝爷用打火石很轻松就点燃了火把，然后他把火把往洞穴扔进去。蝙蝠最怕烟熏，被吓得纷纷往洞外飞。此时贝爷化身为网球王子，在经过一阵疯狂的拍打后，一只倒霉的蝙蝠中了招。看摄影师平时那么照顾他，贝爷也帮摄影师打了一只，先打包起来当做储存粮，路上饿了再吃。途中贝爷发现了一只小可爱，这是一条中国眼镜蛇，如果不小心被它咬到，不出2个半小时就得躺板板。要不是看到它是保护动物的份上，贝爷早就把它给收拾进肚子里面。过了没多久，贝爷被一座瀑布拦住了去路，虽然不知道底下的水有多深，但他还是决定利用这根藤条荡下去。当到达中央时，贝爷松开手直接跳入了水里，在确认下面没有危险后，摄影师扛着摄像机也跳了下来。游到岸边后，贝爷发现一只肥硕的牛蛙，说时迟那时快，贝爷一招擒拿手就抓住了一只。看着这么肥的青蛙，贝爷哈喇子都流了下来，先帮他做个头部分离，然后脱掉他的外套。贝爷连洗都不洗，直接开始生吃。好家伙，嚼劲十足，吃到嘴里好凉凉。虽然肉不多，全是骨头，但是肉很难吃。补充了一点蛋白质后，继续出了发。螃蟹、青蛙这些都只能算小吃，贝爷得抓只啮齿动物作为主菜来填一下肚子。好家伙，贝爷利用陷阱抓到了一只长得像鸭脖的小杰瑞。贝爷打算找个没人的地方把它给烤了，用树枝串起来，直接放到火堆上烤。15分钟后，表面烤至金黄，贝爷用刀把内脏去除。据说这里的本地人还有个习惯，他们会吃掉猎物的头，头通常是作为奖励送给猎人的。贝爷把鸭脖的脑髓挑了出来，不好意思说错了，是小杰瑞。贝爷用树枝挑了一点放到了嘴里，好家伙，连贝爷都吃不下，更何况普通人。好在剩下来还有很多肉可以吃，贝爷放进嘴里尝了一下，我的乖乖，嚼劲口感有点像鸭脖，味道也是一股鸭肉味。吃饱后天色逐渐暗淡，贝爷得搭建个庇护所。而在丛林里过夜，扎营的时候要离开丛林的地面睡觉，因为地面是最危险的地方，所有的蛇和蝎子都在这活动。因此贝爷打算利用竹子做一个吊床，他将竹子切成细条，然后把藤条从中间编织过去，把竹子隔开。不一会的功夫，一个简易的竹吊床就做好了。虽然舒适性很差，但至少让贝爷离开了地面。接着他用藤蔓固定树枝，搭建了一个屋顶框架，然后铺上棕榈叶，就这样一个遮风挡雨的手刮棚就大功告成了。到了晚上，贝爷利用打火石生了一个火堆，他把蝙蝠掐头去内脏后放在火上烤，这就是他和摄影师今晚的晚餐了。
15分钟后，贝爷急忙尝了一口，虽然肉不多，但肉很难吃，口感有点像咕咕鸡，味道有点像鸭肉。时间来到第二天，贝爷一大早就出了发，途中发现一棵树坑上积满了水，他打算喝点来润润喉。贝爷用小炉子制作了一根精细的吸管，随即在旁边吨地喝了起来。不过最好不要在死水池里喝水，这坑水是昨天晚上下雨蓄积的，所以贝爷才敢大胆喝。喝完水，贝爷一路跋涉到了高地，他在高处上考察着自己要前进的方向。而前方的山脊线就是贝爷要去的地方，那里有一条汇入大海的河流，只要顺着它走就能找到救援。当他越过降沟时，果然前方出现了一条河，贝爷目测高度至少有20多米，所以跳下去是个很不理智的选择。不过好在边上有条藤蔓可以让他爬下去。然而等爬到一半时，藤条的长度不足以让他到达底部。就在他被困在半空中的岩架上不知所措时，这时河上突然传来船只发动机的声音。贝爷见状也不管，直接选择跳了下去。摄影师也毫不犹豫跟了下来。贝爷游到河中央后发现，原来是一艘当地的捕鱼小船。这下他终于摆脱了丛林，可以回家了。